好，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PPO 刚刚发布的最新的旗舰级的降噪耳机 Enco X2 啊，分明是一个小耳机，但是搞了一个这么大的包装啊，这里边都有啥？不关正题的小白测评，我们马上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它的最后零售版本啊，或者说什么套装版，这个头确实太大了。正面呢是一个指挥的剪影啊，熟悉的小伙伴应该已经认出来了啊，90让，90让的精选集，宫崎骏动画配乐，天空之城、龙猫、千与千寻、风之谷、悬崖上的金鱼姬，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可以走波弹幕。我可能比较喜欢悬崖上的金鱼姬，非常复古啊，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小的播放器，播放旁边的这个精选集用的，这基础框架是这种木质的，而且非常简约，当一个小摆件的非常漂亮。这90让我觉得就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啊。这次 OPPO 呢是跟这位大师合作来进行联合调音的啊，同样呢也是跟丹拿啊，这有这个 OPPO， 还有这个丹拿的标识。耳机一些说明书，然后还有一些替换的这个耳塞和数据线，非常简单。耳机的 ID 造型方面呢，其实跟上一代是比较相似的，还是这种椭圆形这个前后削平的这种处理。上一代呢，它还是有一些塑料感的啊，尤其是那个白色的版本。但是这一代呢，我这个手里是黑色的啊，它外边类似于做了那种钢琴烤漆的那种质感，当然这个光面的，所以比较容易沾染指纹。耳机方面依然是豌豆射手的这种造型，然后下面这个柄呢也是比较短的。我们放一些主流的降噪耳机啊，比如说 AirPods Pro， 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在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 ，OPPO Enco X2 的音质表现确实不俗，主观体验解析力很高，高频表现通透，中频的人声也很清晰自然，但是在低频的表现上亮感偏多，下潜稍显不够。所以在听渡口、古诗、晨鼓这种音乐的时候，感觉就欠缺了那么一点味道。不过考虑到真无线耳机的体积，低频想要做好确实挺有难度的。并且这次 OPPO 联合了90让大师进行调音，宣传是用音乐家的耳朵打磨产品。在体验之中，几个工作室的小伙伴确实最喜欢的还是90让大师调音的效果。主观觉得大师调音的风格会偏自然一些，而上面的对比测试就是开启了90让大师调音的。如果你喜欢其他风格的话，也有3款丹拿音效供你选择。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受限于平台和你自己的播放设备的效果啊，你在视频里面听到的声音很有可能和你自己实际试听的时候会有不小的出入。何况音质的喜好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我们非常推荐你去线下体验一下，毕竟你觉得好听才是真的好听，别人说了不算。但对于耳机来说，还真有别人说了算的地方啊，那就是决定了真无线蓝牙耳机音质的无线传输。OPPO Enco X2 这次支持了 LHDC 4.0 高清传输，并且拿到了小金标啊，不好意思放错图了啊，应该是这个。真无线耳机之前被嫌弃音质，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蓝牙传输会极大的限制，也就是运不了那么多货。而不同的协议，比如 aptX 和 LHDC， 就是通过增加蓝牙的传输频宽压缩，让原本无法被传输的细节可以通过蓝牙传递。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卡车运货，原本因为马路限高，部分的货物无法被运输，而通过协议压缩或者说增加限高的手段，可以让原本无法运输的货物也可以运了，从而让蓝牙耳机可以播放出更好音质的文件。当然了，这只是证明耳机能够实现播放高品质音乐的能力啊，实际影响音质的因素还有很多啊，就比如无损音乐文件等等。你总不能说这么小的一个无线耳机能够堪比大奥，对吧？除了音质，第二重要的当然是降噪。官方表示 ，OPPO Enco X2 的降噪最深深度下潜至-45dB， 同时降噪的最宽频点达到了4000赫兹。但是实际表现如何，我们还是耳听为实。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
实际表现上确实不错，但是在某些场景下确实要稍弱于 AirPods Pro 的。不过在耳压的问题上，工作室的几个小伙伴感觉明显要好于 AirPods Pro， 尤其是在稍微吵闹、不太需要很强的降噪的情况下，这个优点就凸显一些，相对更适合较长时间的佩戴。并且这次 OPPO Enco S2 的降噪也对人声频段进行了一些处理啊，在正常办公室的环境下，人声可以很好的消除。对了，之前有很多小伙伴一直希望我们加入通话降噪啊，这次我们实际对比一下。现在进行的是小白测评通话质量测试，我正在使用的耳机是 OPPO Enco X2。我现在进行的是小白测评通话质量测试，我正在使用的耳机是 OPPO Enco X。现在进行的是小白测评通话质量测试，我正在使用的耳机是 AirPods Pro。耳机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佩戴和操控。OPPO Enco S2这次看起来比上一代笨重了一些啊，但重量并没有增加，单支4.7克左右。这段长时间的佩戴呢，没太感觉明显的不适。操控这次有改变，滑动操作的区域放到了侧边，修改模式和音乐控制也从触控改为了按压操作。相比于上代误触的概率更低了，就是按压操作的时间较长。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们更喜欢直接摘下来，操控的反应可以调得更快一点。当然，你可以直接语音操控，没错，就是语音啊，直接喊降噪模式或者通透模式就可以直接修改了。当然 OPPO Enco S2 并不是谁喊都有用，只有戴上耳机的人才可以语音操控。我们特别还尝试了一下，让2个人分别佩戴一边啊，大家猜猜语音操控会怎么样？结果是第一个佩戴耳机的人可以语音操控，还挺有意思。通透模式。哎，你不行吗？哎，你喊它是没有用的哦，只有我很有用哦。不信你试一下降噪模式，降噪模式，你开降噪模式呀。不过使用语音在人多或者说吵闹的地方切换模式还挺奇怪的，并且大家一定不要在某些情况下语音操控。死了！哎呀，你怎么这都打不好啊？什么玩意儿？你怎么打游戏的呀？啊！降噪模式。你还对我降噪什么玩意儿？就给我摘下来！最后一个小细节，吾皇的主题受到了工作室小伙伴的一致好评，手表手环都有主题，耳机凭啥没有啊？别家可以学习一下。这次 OPPO Enco S2 的宣传语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耳机的本质是享受音乐，音质好，佩戴舒服，降噪出色，能够让你在嘈杂的环境里边听清楚音乐细节，这些都是为了享受音乐而生的。综合体验完了之后，感觉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啊，就是这款真无线耳机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很水桶。照我们之前体验过的很多耳机而言， OPPO Enco S2 的售价并不算太高啊，可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了。但是这音质还是见仁见智的啊，如果你有兴趣，最好还是线下体验一下。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